暴雪末世降临，我蜗居在温暖的地下室，吃着火锅，喝着酒，笑看前夫哥和婆婆作死求生。上一世末日刚来，老公和婆婆不愿意分食物给我，将我扔在冰天雪地里，活活冻死。而这次我会早早储备好一切，让他们10倍奉还。怎么会这么热？我记得睡过去之前，全球气温已经将近-80摄氏度。据说人被冻死前会感觉很热，我已经死了吗？蓦地睁开眼，我看到我的丈夫饭桶站在沙发旁边，他俯视着我。既然你醒了，就赶快把饭做了吧，待会儿妈该回来了。这一幕好熟悉，饭桶此刻的表情和那时候一分不差。手臂上突然一阵大力传来，原来是见我一直没有反应，饭桶忍不住上手将我从沙发上拎了起来。江夏夏，你看看表，5点1刻了，妈5点半就要回来吃饭，你还磨蹭什么？甩下一句命令后，他就自己回房间玩游戏去了。我的心不禁砰砰跳了起来，急忙拿出手机，日期显示确实是在1个月前的周末。此时手机推送了一条新闻给我，点开也正是某地受灾的相关的内容，和末世前发生的一模一样。上一世饭桶在裁员潮时被辞退，找新工作四处碰壁。可他是农村独子，他妈一听儿子在家，我这个当儿媳的竟然不伺候他儿子，还要上班，不能给他做饭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收拾东西跑到我家来住了，美其名曰照顾我们2人，实际上仅仅只是把饭桶被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除了打游戏啥也不成。看了看天气软件显示，当前温度47摄氏度，其实就算是盛夏，这温度也是高的异常了。因此面对半个月之后那场猝不及防的降温，人们不仅没有警惕，反而表现得有些欣喜。刚降温那会儿，大家都以为是老天爷放了假，让人能在酷暑里稍微缓和一会儿。但那天之后，气温却爬不回来了，温度以极快的速度下降至-30摄氏度，这才慌了。一开始多加点钱还能叫得上外卖，后来大家都有了危机意识，便只能自己出去买。当时我跟饭桶商量，说趁着现在还能出门，我俩一起去超市买点物资回来。谁知被旁边的婆婆听到了，气冲冲地跑过来质问我为什么要害她儿子。知不知道这么冷会死人？要去你自己去。我委屈的不行，而饭桶只是沉默，不肯为我说一句话。沉默之后，他们好像被撕开了面具一般，将厚衣服、厚被子全部侵占，让我在-40多度的天气出门找物资，自己则在家将木质的家具拆了烧了取暖。一旦没找到物资，或者找得少了，轻则挨骂，重则挨打，若是顶嘴便会把我关在门外，一直到我受不了求饶为止。最后实在是找不到物资了，没有吃的，他们背着我私下和楼爸商议，把我卖过去换取物资。那天我极力反抗，他们就将我关在窗外的阳台上1天1夜，不闻不问。我就是这样活活被冻死的。那些屈辱仿佛是刚刚发生的，回想起这一切，我抑制不住的流泪。忽然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，是饭桶的妈回来了。婆婆回来第一眼便是往餐桌上打量，见上面空空如也，老脸立马耷拉下来。我转过头堆起笑脸面对她，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我笑着拿出手机，妈，今天厂里有急事处理，忘记时间了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钱，你和饭桶去外面吃，我还得回趟厂里。说着，婆婆的手机提示音响了起来，她拿出手机看见了数字，这才笑了笑。虽然白送了他们1万块，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。当初父母出车祸去世，刚毕业3年的我硬着头皮接下他们留下的一个小工厂。我清点了一下手里的流动资金，只剩了100万不到，不过加上名下的房、车、股票以及工厂未收回来的货款等，应该还能凑出一些钱来。我得赶紧出门办正事了。我走进电梯，一抬头看到里面站着个熟悉的男人，是他，上一世我被饭桶和婆婆关在阳台时，从楼上给我丢过一片暖宝宝的男人。当时婆婆从屋里看到了这一幕，立马开门将暖宝宝抢了过去，贴在饭桶身上，还质问我和这个男人什么关系。这雪中送炭的举动让我忍不住想提醒一下他。今年的气温好像有些怪，上周看了一本地理杂志，说这叫高温的回光返照，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大降温。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，随后点了点头。顾不得别人看我的古怪眼神，我走出电梯，我找租车公司租了一辆容量巨大的金杯，然后去了附近的中介公司，要求签一个现在就能入住的独栋别墅，最好是入住率低、安保优质的。中介看着外面停着的金杯，
眼里露出很明显的质疑。住别墅的主怎么会开这种破车？我推出一个信封，那人眼睛顿时一亮。随后中介带我直奔同一个开发商的高端楼盘。我知道这个别墅区，因为这里距离我家位置不远。这房东定居国外了，没住过几次，家具什么的都是现成的，邻里邻居隔得也挺远，绝对安静。进门之后，我环顾了一圈，家具都是实木的，窗户质量极佳。最令我惊喜的是，这里竟然有一个巨大的壁炉。我笑了，房主是有品位的。临近傍晚，站在露台上往外望去，正好看到我家此刻黑漆漆的窗子。回头对中介说，合约直接签5年吧。等中介走后，我将房子观察了一遍又一遍，以便心里有数。可是正当我走到1楼楼梯处，却发现一扇不起眼的小门。我心中一动，用力将门拉开，这房子下面竟然有一个地下室。看来原主人是有些忧患意识的，太幸运了，我又多了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容身之处。地下室约莫120平，装修完善，通风换气系统先进，丝毫不觉得闷。到时我再想办法加强一下保温层就可以了。下一步开始进货。一到超市，看到琳琅满目的吃食，我忍不住眼放绿光。我要如何避开所有人的目光，悄悄囤满物资呢？因为比末世环境更可怕的，从来都是人心。我直奔仓储的采购部，以工厂进货的名义，要了10箱泡面、10箱火鸡面、10箱自热粉。除了这些，还要考虑营养问题。于是，鸡翅、鸡腿、鸡爪、鸭货、卤蛋等，我又速入了20箱。再下来就是生命之源的饮用水，地下室的几面墙侧都可以堆起这些纯净水，至少够我一人使用1年以上。实在不行，最后的办法净化学水。我离开超市后，连夜开车跑遍了全市的24小时药店。每到一家药店，我一开口要10盒药，店员甚至怀疑我要倒卖药物。我失效，只好开始瞎编。我是某公益组织的成员，某县城发生了一场小型水灾，对方才将要卖给我。药品采购完毕，我去消防队买了灭火器和逃生装备，以防万一。很快，我的金杯都被塞满了。考虑到别墅的储藏空间问题，我决定第一批采购先到此为止。体力消耗太多，顺手买了点保质期极长的蛋糕、面包，塞满了最后的副驾驶。将车开回别墅，我将东西一趟趟转运至地下室，瘫在地上看着一地的战利品，长长舒了口气。刚付过房租，才买过食物药品，手上的钱也只剩下80多万了。我又继续思考还缺什么，结果盘算着盘算着，我竟然睡着了。醒来一看，时间居然已经凌晨2点多了。小心拉开一丝窗帘缝隙，发现家里的灯还开着，于是我开车回了家。到家后，饭桶还在打游戏，他听到开门声音，停下游戏质问我：“你干嘛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和妈晚饭都没吃。”我没看他，径自回卧室，只扔下一句：“公司有事，忙晚了。”饭桶突然将手机往桌子上一扔：“你说你加班，我给你办公室打无数个电话都没人接，你是加的什么班？”婆婆提高音调说：“儿子，早说了，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女人要不得，天天说自己加班，谁知道是跟谁加班，男的还是女的？难怪之前我加班到很晚，他都只会打电话嘘寒问暖，却怎么也不肯来接我。原来只是为了查岗。”看着他们丑恶的嘴脸，我笑道：“做生意嘛，自然不是女的就是男的喽。怎么，我不去谈生意，饭桶你会去吗？还有哦，妈，你来的时候不是说来照顾我们2人的吗？我就不劳烦你了，只是以后辛苦你给你儿子做饭呢。毕竟啊，他那双手只会玩游戏。”我转身回房间锁上门，距离末世越来越近，要不是为了顺利囤货，我根本懒得跟他们俩周旋。第2天早晨，我收拾好准备出门的时候，饭桶正在沙发上呼呼大睡。我悄悄出了门，又联系了中介公司，将厂里我个人名下的几辆车以及外地的2套房挂牌售卖。我在别墅附近租了一间仓库，当物资中转站。随后我又去买了大额羽绒服、防寒服，我全都要。暖宝宝、卫生巾、卫生纸、太阳能，我一屋顶装6个，大不了热死，也不能冷死。统统弄完，已经下午5点，正值晚高峰。我坐在车上，累得直喘气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机能好像越来越差，于是又买了些健身器材，在末世里强身健体，应对那些未知的危机。卖家人还怪好的，送了我一本女性健身全书，相当实用，
这倒提醒了我，到时候天寒地冻，没有电，没有网络，可不只能靠看看书做些消遣吗？于是又去了趟书城，林林总总买了几百本书，各种类型、各门学科的都有，直接让工作人员帮我放进后备箱。这几趟折腾下来，时间已经过了7点，我先在外面吃了顿饭，饱饱的回了家。打开家门，饭桶和婆婆正欢声笑语的坐在餐桌前吃着火锅呢。见我回来，两人的脸都垮了下来。夏夏，昨天你顶撞了妈，如果你今天道歉的话，我就不追究了。饭桶看着我说。我看着他们，觉得他们好像两个跳梁小丑。我慢悠悠说道：饭桶，我们离婚吧，先别急着拒绝。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书，丢到餐桌上。毕竟跟了我这么久，也不亏待你。离婚，这套房子归你，我只搬走我爸妈留下的家具。饭桶突然怒不可遏，然而婆婆在这时候拦下发了狂似的她，对着饭桶耳语了几句。我马上要出差，饭桶，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想清楚了给我电话。说完也不等他们回复，回房间收拾了一些衣服以及日用品，拉着行李箱出了门。刚驶出小区，余光就瞥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是饭桶。既然你要玩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我将车停在路边，看着那个慢慢接近的身影，我假意将手机放到耳边，大声说道：是的，后巷酒店702号房。好，你先去等我吧，半小时后见。一路驶到后巷酒店，将车停好，我快步走进酒店大厅，躲在无人在意的角落，看着饭桶气急败坏冲进大厅。我立马掏出手机拨打了帽子叔叔电话，将情况说明。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已经看到饭桶和一个妖娆女子一起被帽子叔叔带出了酒店。事情暂时了结，我又去了一趟超市，看到想买的都放进购物车。结账的时候又是满满2购物车，付过钱刚把东西搬进车，就有电话打来。你好，是饭桶的家属吗？有空来领下人。我假装慌乱的答应，挂断电话，我给婆婆拨了过去。刚才帽子叔叔打电话来告诉我你儿子被抓走了，不想他受苦，就带着钱赶紧去接人。趁着夜色掩护，我溜到了原来的小区单元楼门口，眼看着婆婆着急忙慌的出了门，一边走一边又哭又骂的，心里别提多痛快了。确定她已经走远，我火速坐上电梯回家，将事先买好的针孔摄像头分别安装在了几个隐秘的角落。回到别墅已经有些晚了，剩下的那些现金我只留了一部分，全都换成了黄金。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拿出手机点开摄像头，婆婆一戳饭桶的脑瓜子：让你跟踪他，怎么你倒把自己跟进局子了？饭桶懊恼道：妈，我早说了这种事情不合适，你非要我去干嘛？婆婆狠狠叹气，一脸恨铁不成钢。我是要你抓住他的证据，好在离婚时多分点家产。当初让你追他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原来从一开始就是设的局啊，真是感慨。幸好我重活了一次，要不还听不到如此精彩的真相。我关掉了手机。第二天吃午饭时，陆续有电话打进来，说我之前在各个批发城订购的物资到了，然后便急忙赶去了仓库。仓库门口早已经等了好几辆货车了，我赶紧打开门，让师傅卸货。一趟趟搬货，到最后一箱大米收进仓库时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发现了几通未接来电，都是饭桶和婆婆的，我没回他们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白天在家休息，到了晚上，我开着租来的小货车，一趟趟将物资转移到地下室。几天后，我回到家里，面对两人，怎么样？考虑好了没？饭桶张嘴没发声，婆婆等不及了，离，除了房车以外，再加200万现金。我笑了。你一说倒还提醒我了，你儿子出轨还被抓了，这么确确实实的证据，我可以起诉离婚的，到时候你们什么都得不到。我把离婚协议放下后，回房间拿了个更大的行李箱，装满自己的东西，转身出了门。电梯下到负1楼的时候，又遇到了熟人，是楼爸。我顿时心生一计，拿出手机佯装打电话：喂，小王，那些东西你直接送我家来吧，下周末团建的时候我直接带过去。对，1002，记好了，千万别送错门，1002。嗨，一堆面包、泡面、自热火锅，我还嫌干巴呢。好，麻烦你了。直到听到电梯门关闭的声响，我才松了口气。极寒下周5就会到来。第二天，我又清点了一遍物资，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都有了，数量够我在这狗1年不成问题。回到家里，饭桶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给了我，我立刻叫了搬家公司来搬属于我的东西。我将家里所有的厚被子拿出来，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嫁妆，
被子里面加了家里所有的羽绒服。婆婆冷哼：“谁稀罕你的破被子？儿子，到时候妈给你买新的。”以防万一，还是让搬家公司先把东西放到仓库，之后我再自己转运到别墅。收拾完所有东西，我出门去买了个暖炉，还有一箱超大塑料袋。回到我的别墅，打开手机观察监控，是饭桶和婆婆兴高采烈准备出门下馆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布置自己的小窝。在末日，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是，能不出地下室就不出地下室，更是要尽量隐匿自己的存在。眼瞅着这2天开始降温了，极寒已经开始预警。趁着最后的时间，我又联系人买了一堆木柴、煤炭，将它们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墙边。天空开始飘第一片雪花的时候是凌晨2点，网络上开始热闹起来。过了半小时，8月飞雪词条冲上了热搜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将手机充上电，美美睡去。第2天起床时，雪比夜里大了些，地上已经有一层积雪了。手机上天气预报显示，此时段气温为零下10度。洗漱完，我先给自己泡了一杯热牛奶，再配上香软的牛乳吐司，一边吃一边打开监控。此时已临近中午，饭桶和婆婆正裹着薄毯子吹空调。婆婆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让饭桶给我打个电话，问家里的厚衣服去哪里了。正说着，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是饭桶。我直接挂断，拉黑一条龙。在监控里看到他们2人急不可耐的样子，别提有多爽。婆婆问饭桶：“你身上还有钱吗？快去买些东西回来，晚了就怕没了。”饭桶听了这话嘟囔：“这么冷，我可不想出门。”婆婆也不想去，想了想道：“在家里开空调就行了，过几天又该热起来了。”于是转身对沙发上的饭桶说：“家里还有鸡蛋，妈给你做个鸡蛋面吃，吃完就热乎了。”我看到这里，忍不住为这2位此刻的淡定竖起大拇指。真好，现在不去买，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喽。收拾完餐具，我躺在沙发上刷会手机。原来的小区群里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起囤货了。看来很多人开始有所警觉，也有很多人趁这机会出去打雪仗、玩雪。毕竟我们这边地处南方，下次雪还是挺难得的。第2天已经演变成了鹅毛大雪，仅仅1天之差，地上的积雪就达到了20-30公分厚，温度也显示为零下35摄氏度。再次打开监控，饭桶正被婆婆推向门口。儿子，你就去吧，你年轻动作也快，快去快回。饭桶连忙道：“妈，真的太冷了，你没看网上吗？那么多人抢菜，我怎么抢得过他们？”婆婆无奈道：“你不去，妈自己去。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自己照顾自己啊。”饭桶脸上顿时涌起些许愧意，无奈地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去。”那天也算饭桶幸运，去了大半天，买回了一床羽绒被和几袋挂面、几袋白面，再加几盒感冒药。几天后，雪更厚了，有些地区的人开始冒着暴雪跋涉前往超市购买粮食。又过了半个月，雪已达到了70-80公分厚，温度已经达到零下50度。这天我打开监控，妈，我饿了。摄像头那端，饭桶裹着被子，脚步虚浮。婆婆不耐烦道：“就知道吃，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。那该死的女阿姨已经2天没来送东西了。平常交这么多物业费，关键时刻干什么吃的？”原小区物业挺不错，从大雪第5天开始，每天都会安排人员来送些物资，有时候是几包泡面，有时候是几袋饼干。那头婆婆依旧在骂着。饭桶不耐烦了：“我不吃了还不行吗？”我烧了些水，准备煮个泡面吃，再加上一个煎蛋，一杯热茶，在这寒冬里不可谓是不幸福。而摄像头里的饭桶翻出了半盒咖喱块，他激动地叫来婆婆，迫不及待要求她立刻做上一份咖喱饭果腹。就在2人闻着浓郁的咖喱香气，眼巴巴守着电饭煲时，门铃响了。饭桶只好按捺住馋虫，问道：“谁啊？”“您好，我们是小区物业，来送物资的。”饭桶快步上前开门，可是突然一声惨叫，他已经被人推倒在地上。一连进来了3个壮汉，几个人不多废话，直接把饭桶和婆婆2人绑了起来。那天我假意挖的坑，看来他是上钩了。我有些窃喜，快速嗦完最后一口泡面。楼爸几人先把咖喱饭吃了，随后迅速开工找物资。无奈翻个底朝天，连一包饼干都找不出来。楼爸问饭桶：“吃的呢？藏哪去了？”饭桶有些畏惧：“什么吃的？”楼爸反手给了他一个巴掌：“装傻！上次我可是亲耳听到你老婆打电话让人把物资送你们家来的。”
饭桶目瞪口呆。我已经跟他离婚了，真的。他前段时间刚搬走。我关了监控，拿起平板刷起剧来。没想到饭桶也不是一般人，反正是打不过恶霸，干脆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从那天起，饭桶就开始为楼爸做事了。越往后，雪越厚了，渐渐累积到了1米来深，气温也逐渐下降到了-70度。网上的内容开始变得沉重，每天都会看到有人冻死在路边。这一天，不知怎的感觉越来越热，连空气都越来越稀薄了。我大口喘着气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蜗居1个多月来，我第一次打开了地下室的门，冷空气如海浪一般扑打过来，冻得我一激灵。鼻腔灌入新鲜空气之后，我感觉自己好多了。待身体恢复过来，我开始检查，一切都没问题，除了通风管。到了晚上，我全副武装，带上铁锹，准备去2楼看看。我来到2楼阳台，看到了通风口，果然堵了。于是我拿着铁锹，借着路灯的光，把通风口清理干净。弄完，我赶紧跑回地下室。刚忙完一件大事，吃饭吧。我选了一包热干面。等待的时间里，我拿出手机看看时间，却发现微信有一条未读消息：小心，你老公去找你了。这是对方在好友验证里写的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我赶忙拿着望远镜回到楼上，果然看到几个黑影向我这边走来。借着月光，我看到为首那人正是饭桶。以他们的速度，再过10分钟便会进到我家院子。我火速从地下室提出几桶水到2楼露台。他们走到大门处时，我再不留情，1桶水自上而下将他们浇个彻底。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又继续第2桶、第3桶。3分钟后，他们全都变成了冰雕。我便转身回了地下室。那天之后，我一直有些担心。2个月过去了，外头的雪下的依旧迅猛，积雪也漫过了1楼门口，气温达到了-100多度。以防万一我没有使用柴火炉进行取暖，怕木柴燃烧的烟雾从通风口出去被人发现，而是每天用发电机发2个小时电，等手机充了电，暖炉将地下室烘暖和了便关了，其余时间靠被子取暖。这场雪这样大，看上去无休无止，等到半年过去，温度计已经无法检测当前气温了，地下室也变成冰窖。于是我开始使用柴火炉。我在地上垫了厚毯子，就躺在火炉边上，每天烤火的时候炖上一锅浓汤，慢慢煨着，等着香气渐渐弥漫整个地下室，有种家的感觉。我每天做饭给自己吃，看书，锻炼，好像重新养了一遍自己。暴雪弥漫的第3年，我的通风口又被堵住了。由于这周边已经没什么人类痕迹了，我直接选了个白天出去。没想到的是，雪竟然停了。太阳出来之后，温度回升很快，眼看着气温不断攀升，半个月后已经达到了16度，路面的积雪也慢慢融化了。1周后，我也终于得以走出家门，看着门口的几具尸体，我打了帽子叔叔电话，简单询问后便将尸体带走。后来我看到了1101，和他打招呼，道了声谢谢。经过交谈得知，楼爸之所以没来报复，是因为遭到了大家的集体反抗，1101也在其中。从楼爸口中得知饭桶来找我了，这才通知到我。1个月后，我在家里吃着烧鸡，喝着酒，庆祝我还活着。